係各位網友嗱，今日9月3號咁就係日本投降呢一個80週年嘅紀念日。咁其實日本咧就早啲投降啦，但呢日咧就係受降日嚟嘅。咁就係習近平閱兵啦咁樣。咁啊較早時期開咗上合峰會啦。其實咧由呢個上合峰會到閱兵習近平係凝聚咗一班國家，係明確地挑戰 Donald Trump 嗰套世界秩序，因為咧佢覺得有機可乘。呢個 Donald Trump 咧係令到西方國家分裂，同埋咧就將有啲國家咧因為用關稅咧就趕咗去同中國友善啲嘅。呢個就係我哋睇睇嗰個閱兵同上合峰會嘅狀況呢個係反美大聯盟嚟嘅。好啦，嗱，月餅月餅好食唔使講啦，呢個就係呢個奶黃月198蚊，呢個雙黃蓮蓉月188蚊，呢隻新口味嘅迷你開心果麻薯月餅248蚊，從來都冇咁抵噶啦。我話俾呢個價錢咧已經平晒，而家再俾啲優惠，你買夠5盒，你以前買咗3盒咧，你補2盒就得噶咯。送一個3星香葱花生俾你，買10盒咧送麻豆文蛋油好實際喎。你2-3家人買咧，咁啊分2-3個油，咁你唔使買油啦，淨係買個月餅，咁我哋過節就好好啦。20盒我諗你要夾埋啲親戚同埋同事噶啦，送個魚子醬，最好就全家再食埋魚子醬。中共喺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大會。首先，普京喺中國逗留，從來未試過留咁耐。佢每次都係閃一閃嘅啫，2-3日。今次留好多日，佢係用好多心機喺呢個俄烏戰爭嘅關鍵時候，用好多心機加深同呢個習近平嘅關係，等習近平喺物資上繼續支持呢個俄羅斯，同埋唔會俾美國嚟夾唔到。金正恩呢，坐咗專車去啦。金正恩今次係坐專列去㗎。佢以前佢爸爸咧金正日咧就從來唔會坐飛機㗎。金正恩咧就會坐飛機。佢哋全部有一個裝甲嘅專列火車嘅，呢個係好啦，幾多人我哋睇下，我哋分為亞洲，呢個亞洲普京唔算亞洲，普京算歐洲，但係大粒嘅，我話俾你聽，俄羅斯金正恩，柬埔寨國王，柬埔寨係中國嘅 client state 嚟嘅，越南國家主席係捧場嘅啫。普賴博沃好嘢喎，呢一個國家暴動都去喎，本來話唔去。蒙古、巴基斯坦、尼泊爾、馬爾代夫、哈薩克、老撾，呢一個係烏茲別克。呢度咧就係啲中亞國家，呢啲有啲東南亞國家，烏茲別克、呢個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土庫曼、阿塞拜疆。好啦，然後亞美尼亞即係高加索地區，呢個東南亞地區。非洲嚟得2個啫，剛果、津巴布韋最老友啦。歐洲捧場嘅白俄羅斯、塞爾維亞、Serbia 仲唔擺清咗自己嘅態度？佢因為同呢一個歐洲關係唔好咧，佢經濟係落後好多嘅。Slovakia 係歐盟國家嚟拉丁美洲得古巴啫喎，點解乜嘢唔去咧？點解呢個邊個唔去咧？呢個係印尼國外發生暴亂，本來取消咗嘅，突然間宣布出席。哇！重大嘅好消息喺呢個閒談入邊咧，即係呢個習主席同埋普京金正恩講點樣可以換器官活到150歲
係咪大家嘅重大嘅好消息呢？真係習主席活到150歲呢，起碼掌權呢，掌多70年，可以掌多70年，掌到呢2095年咁啦。習主席嗱，聽下佢哋點講。过两这是大岛下棋到的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未来可以活到150岁。也不能说是说没等你。樣嘅器官移植活到150歲，哇！大家全國人民嘅幸福，習主席領導我哋起碼領導80年呢個。好啦，登上城牆，大家睇下三巨頭，呢個即係中國普京，呢一個係金正恩。大概嘅關係咧，如果以軸心國嚟講咧，呢個係德國，而家呢個係德國，呢個咧係日本，係自己獨立有一個威脅性啊。呢個咧係喺佢嘅卵翼之下，可以整到啲麻煩俾你。呢個係意大利，呢三個係核心。點解冇伊朗咧？因為伊朗俾人打到散晒咁滯。外界高度關注第一次中俄朝領袖同框，佢哋三個傾啲乜嘢咧？呢個係中國外交部低調回應，冇講到細節。最呢班領導人上個月喺93閱兵咧，有種新款嘅中型戰車，呢啲戰車冇乜意思嘅，而家已經冇乜意思。尤其是呢啲中型戰車，個裝甲唔夠咧，只不過係愛嚟俾裝甲唔夠厚又冇反應裝甲好容易俾呢個無人機咧打殘。好啦，稍早登場嘅呢個俾你睇下嘅就係海上陸上作戰群、地面突擊方隊、兩棲突擊方隊、空降突擊方隊同遠程火炮方隊。呢兩個你要小心喎，呢個兩棲突擊方隊同埋空降突擊方隊咧都可以要嚟打台灣嘅，呢個係。而地面突擊方隊咧就率先展出新一代嘅99B 戰車。典禮解說呢種係呢啲99B 戰車同埋新型100戰車、100支援戰車係愛嚟協同作戰嘅。尤其是兩棲登陸係打台灣，呢啲輕型戰車咧可以攞嚟登陸作為兩棲，空降又可以突襲台灣啦。呢個就係兩棲突擊方隊係8架兩棲突擊車、步兵戰車同輪式自走炮，係解放軍未來發動兩棲作戰、佔領灘頭堡嘅關鍵利器。但我都話俾你聽，呢啲思維咧係落後啊！今日你用呢啲戰車衝鋒，你點可以排除晒對方？你喺對方個海岸度衝鋒，你點可以排除晒對方嘅自殺式飛機啊？呢啲係用喺自殺式飛機嘅追獵之下，呢啲係死肉 dead meat 嚟嘅。然後兩聯裝嘅火龍280長程火箭炮同埋輪式火箭炮。呢個咧就係同美國嘅海馬斯相對，佢係打得好遠嘅，佢打到400公里嘅。但你有幾準確咧？呢個係問題。美國嘅海馬斯最緊要嘅咧就係佢好準確，就同埋咧佢其實咧就因為佢有好多衛星可以定位到攻擊乜嘢目標。如果你定位唔到咧，你呢個海馬斯嘅火箭炮咧係亂射一輪。好啦，至於上合組織天津峰會係有史以來上合組織咧就係因為佢作唔到個名出嚟，就係呢一個本來就係中國同中亞國家夾埋就叫上合組織。呢個係習近平挑戰美國主導國際秩序嘅重要時候。8月31號到9月1號喺天津舉行搞到天津人雞毛鴨血。天津好少舉行大型集會，因為咧如果你喺天津咧，不如喺北京搞咯。因為天津咧係落後嘅北京好多，吸引26個國家
係24年以來最大規模嘅，一向都係呢個上合組織咧，都係中亞幾國加呢個中俄嘅啫。結果咁多人出席啊，呢啲大部分都係結果又去參加閱兵，除咗印度總理。既然嚟得一場咧，就捧場。習近平喺上合組織提出全球治理，推動更公平合理嘅全球治理體，你要翻譯嘅。乜嘢叫全球更公平合理啊？即係唔聽美國話啊，更加公平合理咧，就係以中國為首，攜手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呢個係代表習近平嘅啦。習近平喺演講中強調，中國進入新嘅動盪變革時候，全球治理走到新嘅十字路口，100年未見過嘅變局，就係西方衰敗，中國崛起。呢個新嘅動盪時代就係美國衰亡，呢個中國崛起。暗批美國霸權主義同保護主義陰離不散。峰會最重要嘅成果，呢個成立一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佢話呢個係中方10年前提出嘅倡議啊，呢次終於搞掂咗啦。因為咧就係中方咧係揞錢出嚟，再整多樣咁樣嘅銀行。你知中國整咗嗰個亞投行啦，咁結果咧就整下唔夠錢，咁又有個一帶一路啦，再整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咧，係愛嚟 finance 呢個中亞國家嘅呢個。開發銀行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呢個係會令到呢個Donald Trump 好嬲嘅。呢個係北京挑戰美元霸權地位，因為咧金磚國家咧如果話金磚國家咁搞去美元化咧，就會懲罰佢哋啊嘛。你哋咧用人民幣做結算貨幣，呢個係犯 Donald Trump 嘅大忌嘅，標誌着去美元化進程重大突破。王毅話開發銀行有力促進上合組織國家嘅基礎建設同經濟社會建設，即係咧佢會借錢俾嗰啲人做基建嘅，又係呢條路啦。同埋社會發展，即係教育啊嗰啲咁嘢，醫療啊啲咁嘢，為成員國提供西方金融體系外嘅融資選擇。你要知道，你要借錢咧，你就要問你喺商業上係咪可行？如果商業上可行咧，就西方嘅商業機構借錢俾你啦。如果商業上唔係好可能，但你都覺得你可靠，要好長年期嘅咧，就係促進呢個咧係世銀啊嘛，世界銀行啊嘛，呢個其實係咁。如果你經濟有問題，你貨幣有問題咧，要救你嗰時咧，你負債累累咧，就 IMF 其實個分工咧就咁嘅。而家咧佢要跳出咗呢套體系，瓦解咗其實世銀同埋 IMF 咧都係 Bretton Woods Agreement、Bretton Woods 系統嘅一部分。專家分析，呢間新銀行規模可能不及亞投行，攞唔到咁多錢出嚟。但係習近平希望將自己定位為中國主導全球治理框架嘅設計師，帶領全世界根據我哋嘅總設計師呢個習近平領導嘅方向下。習近平喺峰會不點名批評美國，我哋必須反對冷戰思維，對抗霸凌行為。嗱，呢個冷戰思維即係敵視中國，對抗 confrontation 同埋 bully 恰人。少數國家嘅家規唔應該強加於人，唔可以用你嗰套民主啊嗰套理念嚟到管人嚇，唔可以用你嘅規矩嚟到控制人，就只可以根據中國嘅規矩。呢個就係其實喺呢個奧巴馬嗰時已經提出新型呢個大國關係咧，就已經係咧要求就係全世界，因為以前嗰套話語權咧全部喺西方國家，佢要求嗰套話語權加入中方規則，其實係要美國係讓出咗西太平洋嘅話事權咧俾中國，變咗中國咧就係同美國共治太平洋。
面對 Donald Trump 嘅全球關稅戰，嗱撒幣啊，撒幾多呢？唔算好闊佬，20億人民幣無償援助，未來3年100億，貸款都係冇得還嘅多啦，借俾人呢啲人120億啫，呢個就係好慳，呢個就係中國實施。喂，呢個就係刮 Donald Trump 一把中國，佢話中國唔做呢啲咁嘅嘢，中國係大規模做啲嘢，中國係佔咗世界呢個太陽能板同埋呢個風電啊，係1半以上，1000萬瓦光伏、1000萬瓦風電計劃，然後咧仲請大家咧就用呢個咩喎？用呢個北斗衛星喎，呢個係嚇，咁用北斗衛星即係唔會俾美國炮仔啊嘛，北斗衛星同埋國際月球科研。佢哋侵埋你去玩佢嘅呢個太空站嘅計劃，少數國家壟斷全球治理嘅不平等狀況唔可以再繼續落去，即係美國話事係唔得噶啦。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上合組織經濟總量30兆美元，覆蓋面積全球最廣。嗱，你講咧上合組織啊係。總共嗰個體積係30兆，呢個咧就主要就係中國加俄羅斯，呢個就係 CNN 係華府戰略家警告嘅反美動亂核心第一次公開集會，係咁齊人係未試過，4大反美國家，呢個有啲力量嘅國家，中俄朝伊，呢個就係。對拼命向普京施壓結束戰爭嘅西方領導人呢，呢個係嚴峻嘅挑戰。呢班人咧攬埋一齊，閱兵將會展示中國高超音速武器、核彈、無人潛艇，以及佢應該係過萬嘅士兵，然後軍事威脅西方。你唔好恰我啊！台灣國安人士批評咧，呢4個讓民主世界最頭痛嘅全球秩序麻煩製造者坐埋一齊反法西斯閱兵係邪惡軸心嘅嘉年華。美國 CSIS 呢場突顯中國作為全球領先威懾力量嘅角色，呢個就威權軸心嘅第一次高峰會。以後我諗佢哋會成日見面，夾埋一齊。我睇 Donald Trump 點對呢樣嘢。印度總理莫迪隔咗7年訪問中國，同習近平雙邊會晤。點解啊？印度本來同中國係敵對，但係佢同俄羅斯又友好啦，佢又買俄羅斯嘅石油啦。咁咧就係本來個關稅傾到七七八八，到最後印度係誤判咗，企硬咗，唔肯退讓，結果咧就傾彎咗。傾彎咗咧，呢個Donald Trump 咧就係再度施壓，加多25%，話佢買俄羅斯石油，印度係唔睬佢。我講俾你聽，印度咧其實加多25%關稅咧，印度係好大鑊㗎，嗰度幾百億美金咧，好容易唔見得超過一半啊！因為印度賣去嗰啲嘢咧，全部係第二度地方可以 replace 嘅。呢一個係習近平同莫迪話嗱，龍同象啊，應該係好朋友嚟噶嘛，大家 friend 嚟噶嘛龍同象夾埋一齊跳舞係咪好得意啊？攝影師捕捉到習近平、普京、莫迪3巨頭談笑合影。呢個咧，你係要呢個對你有個威懾力量。印度就玩緊呢樣嘢，因為印度而家世界上第5定係第6嘅經濟體，睇你用邊個數嚟計啦。然後就加埋呢個俄羅斯嘅核彈數量、武器數量，加埋世界經濟第2嘅中國，人口加埋呢三個國家，淨係呢3個國家。係接近係30億，呢個係莫迪同埋普京啊，熱情擁抱啊，稱佢為親密朋友。俄羅斯
同埋印度嘅關係係幾十年嘅，雙方探討貿易、化肥、太空、安全、文化深入合作嘅可能性，但係雙方個經濟冇乜互補嘅餘地，呢、個就係最大鑊。Donald Trump 為咗推動呢個烏克蘭和平協議，向印度施壓，要佢停購俄羅斯石油，升多25% 關稅，結果將印度推向中俄集團。嗱，Donald Trump 咧係極端施壓，佢唔知咧極端施壓咧，去到有一點嗰陣時咧，對有啲會鬥氣嘅人咧，極端施壓咧係關係決裂咗，翻唔到轉頭。澳洲專家話 Donald Trump 對普京嘅溫和態度，佢想拉住普京，並冇使到俄羅斯疏遠中國。普京知道唔能夠疏遠中國，你啲咁嘅離間計咧係冇用。如果俄羅斯冇咗中國喺經濟上嘅支持啊，俄烏戰爭根本打唔到落。對莫迪施壓，反而讓印度同俄羅斯越走越近，同中國和解。呢個就係。雖然中印關係回暖啊，但印度始終有個戒心。莫迪唔會出席北京嘅閱兵，呢個因為點解呢？其實印度同中國係注定係衝突嘅，注定係衝突嘅。第一就係衝突邊個會成為世界嘅供應鏈呢？第二唔係地緣政治，中國係伸手入去呢個同孟加拉老友。同尼泊爾係佢嘅屬國，斯里蘭卡呢個巴基斯坦、印度第一獨國都係中國嘅死黨，根本喺度包圍緊印度。俄羅斯專家表示，上合組織繼續擴大，可能高加索同外高加索國家加入，亦都可能吸收東南亞國家。東南亞國家敢唔敢企喺呢個上合組織一邊呢？佢哋應酬下中國就得罪美國咧唔得，因為佢哋出口咧要靠美國。高加索地區冇人聽俄羅斯之笛嘅，無論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同埋呢一個係格魯吉亞，其實都唔會聽佢嘅。目前上合組織有10個正式國家、2個觀察國、14個對話伙伴。如果你包括晒呢啲咧，人口佔世界一半，經濟總量佔世界1/4。中國咧就有幾個網嘅，一個就上合組織，一個金磚組織，一個 RCEP， 喺全球一帶一路有廣泛影響力，又有個中非論壇有53個國家，中亞論壇有21個阿拉伯國家，佢楞一幫人整一個圈。佢畫一個圈，將全世界地方圈起上嚟，愛嚟孤立美國同埋歐洲國家。超過100個國家參加咗中國主導嘅4個區域嘅合作平台：中非、中亞呢一個上合組織，呢個就係金磚國家組織，俾美國當前嘅關稅戰、全球勒索，佢變咗扮好人喎。美國趕啲人俾佢喎，美國人係。德媒分析，西方長期低估咗中國重塑世界嘅能力，佢將世界成個形改咗去個新嘅 shape 入邊，認為上合組織等平台已經變咗替代性國際秩序嘅有力嘅展示。終於有人係取代咗呢個西方國家主導嘅聯合國啊，呢個世貿組織啊，呢啲咁樣嘅國際組織。美國財長貝森特批評峰會作騷，呢啲係惡意行為者。中國外交部咧話有8大豐碩成果，制定未來10年嘅戰略。好啦，我哋睇下呢個月咧仲有呢啲優惠，賣完則止下，賣一件少一件，即係點解呢？呢批貨賣完咧就再冇呢種貨，就有一種加強版嘅，但嗰個咧要12月先至有。咁咧喺過程中咧，我哋就唔會再賣呢隻藥。咁而家仲有剩翻幾多啊？賣多2-3個禮拜，賣完呢個價錢1880，因為好受歡迎噶嘛。喂，呢隻嘢抵到唔恨啦，1880
57600，你上網 search 下57600咁多 mg 嘅，有冇人咁平嘅？食4個月，食4個月400幾蚊，呢隻係勞斯萊斯級嘅，每粒400 mg 有白藜蘆醇 TMG 啊，食大廠做，仲食4個月。呢隻咧就輕啲嘅，200幾 mg，275蚊啫，換購價3-4折，呢個抵到唔行啦。賣完呢批貨，我哋就唔賣呢個，又係呢個係。仲有呢隻我大力推薦嘅全線韓國 Urian 純素認證嘅，每個用過都話好嘅。今次你買1件，即刻送一個果汁俾你。呢個果汁係促進你嘅健康同埋減肥㗎，好受歡迎嘅。好，今次講到呢度。係各位網友嚇，呢個中秋節就嚟到，呢次呢，我係嚴令阿蕭太全台灣去刮最有特色嘅手信，你哋真係要睇下，係非常有心機，香港做唔到嘅呢啲嘢嚇。呢個就係首先就呢個全木盒嘅2層嘅嚇，仲有個蓋。呢個呢就叫做慕月4味木製雙層禮盒，咁佢上層呢就有乜嘢呢？就有經典原味嘅蛋黃酥，呢一個倍香烏龍蛋黃酥、肇慶醉月蛋黃酥、吉香慕月蛋黃酥，我係偷食過，係好食嘅。我話俾你聽，嗰啲鹹蛋黃呢就好靚，哇！真係有酒味，肇慶酒嗰個有酒味。下層係乜嘢呢？就係赤春蘋果酥、元冬伯爵酥、情味最貴重、黑胡椒小杏仁嘅小餅夾埋晒，成個質感。呢個就係好大個盒啦，2層啦，就係呢啲餅呢就好食嘅。咁呢個就係第一樣，咁就係3550蚊嚇，即係800蚊度。呢個係好，你攞俾人真係好名貴。好啦，第二樣啦，就係呢個啦，呢個大和3月嘅9宮格洋果子禮盒。呢個就係日本味好濃嘅嘢。呢個就係金白蛋黃酥、原味曲奇、黑騎士可可曲奇、宇治抹茶曲奇、綜合莓果曲奇、千層黑蝴蝶酥同玄米茶，係獻上9宮格嘅精緻心意，全部係有金箔蛋黃酥、手工曲奇、千層蝴蝶酥、日式玄米茶。金箔蛋黃酥呢係用日本入口嘅可以食用嘅金箔點綴嘅，配搭綿密嘅萬丹紅豆餡同4重雞鹹蛋黃，千層酥皮酥金黃，演繹奢華同埋傳統嘅極致。呢個就係呢一隻我未見過咁嘅嘢嘅海鮮瓷磚餅5片，係乜嘢嘅呢？嗱，呢個嘢呢我都未食過啊，係獲選113年台南好麗嘅海鮮瓷磚餅。嗰個蝦味呢係用台灣本地嘅無毒白蝦，將成個蝦壓咗落嗰個餅度。我未食過咁嘅嘢，咁特別嘅嘢嘅。食落去呢個蝦味係好強烈嘅，呢個係完整將嗰個鮮蝦釀入個蝦餅度，台灣獨一無二。香烏原子味呢就係呢款入邊最珍貴嘅限量口味。呢款蝦餅融入咗米香同烏魚子嘅獨特風味，米香嘅淡雅同烏魚子嘅鹹香呢完整結合，有唔同嘅口感嘅。好啦，咁呢個呢就蕭太叫我特別介紹啊，再三介紹，好抵好抵。阿嫲珍藏呢個御璽珍藏禮盒啊，因為佢1680蚊啫。大家睇見連埋個盒咁大盒，係2層嘅，係有烏豆沙蛋黃酥9粒、鳳凰酥5粒、原味豆塔5粒。產品特色係精選呢個車城紅仁鹹蛋黃，減糖嘅，唔係咁甜嘅，烏豆沙內餡，少油，美味不打折扣。
呢個係咧非常抵嘅，1680蚊啫。好啦，跟住落嚟咧就到日出嘅產品啦。嗱，呢一個咧就叫做日出鮮得月禮盒，係好靚嘅個盒係。棗泥蛋黃酥套裝係土鳳凰酥6粒，綠豆並4粒，棗黃蛋黃酥6粒，好靚呢個1980蚊台幣，呢個就係跟住落嚟呢一個啦，呢啲咧係假嘅呢啲，因為大部分俾我食晒，呢個剩翻少少喺出邊。我好中意呢個裕福牛肉乾隨手包，因為佢一包包啊，細細包啊，咁你咧就好乾淨，每次食一包，就有辣味啦、胡椒啦、五香牛肉乾啦、豬肉絲啦，各5包，總共20包。嗰陣時咧攞住個袋，呢個就係來自澳洲特約嘅牧場牛肉同台灣豬喎。配上自然健康嘅新香料呢個兼顧健康嘅。咁好啦，聖保羅啦，呢個聖保羅唔使講啦，聖保羅我哋買咗好耐㗎啦。雲霧茶酥煙葱卷禮盒係入邊有乜嘢啊？茶酥3個，呢個煙通卷咁樣捲埋嘅6個，豆塔4個仲有呢一隻好名貴包裝嘅好靚嘅茶葉係攞獎嘅，台灣4季禮讚茶葉禮盒4種，非常漂亮。阿里山烏龍1個，阿里山金萱1個，凍頂烏龍1個，東方美人1個，4款經典嘅台灣茶，設計雅致，包裝有雅致嘅包裝，堅持茶葉嘅品質，榮獲日本2018年世界綠茶大賽最高金獎。好啦，咁呢一個就係佢呢個2盒呢個茶葉加呢個微熱山丘嘅蘋果酥，呢個2盒茶葉，你覺得唔需要咁多茶葉，就配微熱山丘6粒呢個蘋果酥，蘋果酥係好好味道嘅，蘋果酥係加埋阿里山烏龍1個，阿里山金萱1個，1780蚊台幣呢個。